當你很多地方加的太亮的时候呢，固有色會開始靠近。就算說有明顯色系不同，但是你只要固有色太像，材質差異就出不來。所以來顯明，那色彩問題我先直接用講的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體會得到。來，我現在用那個紅線圈幾個地方，這幾個地方還蠻嚴重，就是幾乎看不到輪廓。輪廓是什麼呢？就這個地方，這叫輪廓。好，這個地方叫輪廓。好，還有這個手臂底下，這個叫輪廓。那輪廓有分主要的跟次要的。主要的話就畫面上最主要的語言，好比如人的形狀之類的。好，然後次要的是什麼呢？它可以是人物延伸的造型、豐富的造型，這些是次要的。要會分級別，你在處理效果的時候加過頭，像這地方你用的是夾光嘛，或者是那種遠方那個霧化之類的，不管你用的是主打哪個技巧，呈現的結果都是人物的輪廓都被弱化了。那人物呢，整個像是很散的，外形不扎實，所以呢，一張圖呢很難把人物挑出來看懂。那現在人是更加沒耐性的，遇到這種狀況，人家就直接滑下一張，滑下一頁跳走這樣子。所以你要在所有的檢視角度跟標準下，都要有辦法一眼看到人。那這有一點難的地方，是因為畫圖的是自己，你當然知道人在哪。你要一張圖，你要畫10幾20個小時以上，對不對？所以你知道人在哪，這個就是最困難的點。我們有一招很簡單的做法，就是你要如何讓自己客觀，翻過來就可以，翻過來就很容易，就讓它就好像別人畫的。彩稿上來說有2個問題，一個問題呢，就是像剛剛講的這個，你在加效果的時候呢，已經加過窄過亮了，所以呢輪廓已經被破壞掉了。另外就是說你在加外面這一圈色彩的時候呢，有些顏色是不對的，像你在加這一塊，你用的這個是有點偏灰白色，但你要注意，你後面有那種紫色燈，你要換不同的色彩去打這個叫做夾光或者一些那種光暈之類的效果。不管你要怎麼做，你都要挑協調的效果，並不是你定一個主光下去，你每個點都這麼打，這不可以的，因為這樣會不協調，人跟背景會沒有辦法正常融合。好，那因為太模糊，所以很多物件是看不清楚的。那我們在看東西本來就是要從看每一張圖都一樣，一瞬間就要抓到重點在哪邊。如果一瞬間抓不到張图，人家就下一頁，越來越明顯。现代人看圖越來越沒耐性，所以呢，現在會有點極端差異，就是你角色能夠越清晰被辨識的，你就越能夠讓人家進到你的作品裡。但是要是說你作品呢有那種遲疑空間的，人家就走了，那就會變成說，原本可能你跟一個人的人氣落差沒很大，但是因為你的表現差異，你落差越拉越遠哦。因為演算法各方面的，它都會不停的把你的東西列為就是推廣也沒用的這個事情，那你會很受傷。練功的話，我們最怕的就是我們的作品表現沒有辦法被觀眾看到，連看都沒看到，知道嗎？那你也不能怪演算法，演算法它就畢竟這個東西不是做公益的，所以你要想辦法懂如何讓觀眾看到你的東西能停留，這個很重要。你人物不清楚，人家不會停，這一件事情很重要。那再來有更多課題，是為了要讓觀眾更深入你的作品要做的研究，那個一步一步的來。你先搞懂說邊緣的效果你是加過窄的，這件事情你先知道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有一點點固有色崩壞的感覺，說每個綠色什麼的，這個紫色黑色不是很清楚嗎？當你很多地方加的太亮的時候呢，固有色會開始靠近。就算說有明顯色系不同，但是你只要固有色太像，材質差異就出不来。所以這個是用力過猛之後一定要提醒你的。好，那這是在彩稿上給你的建議。好，那我現在改給你的是改線稿。好，來，相比之前的話，你那個骨架問題的話呢，這樣改善很多。但是當然你改善很多之後呢，你就會發現這個老師永遠不知滿足的，一直越挑越多。對，誇獎你們很簡單，但是讓你們更好是重要的事情。來，看到了嗎？跟你的動作差不多吧，用講的都同一個動作啊，用講的，你的動作跟我改過這個動作都是一個貓耳娘賽博朋克，然後拿一根笛子，對不對？然後手往前伸，說出來都一樣，但畫起來有差吧？好，那差別在哪？這裡面我還帶了高級感，最近的重頭戲。OK， 來，這幾個是明確錯誤很大的地方。首先呢是這個笛子方向呢，你畫這樣就錯了，要往鏡頭的前面這邊伸出來，所以這邊有一個橫切錯。有看到嗎？這橫切是錯的。我用藍線畫給你看的，這個要往前吧。好，然後再來的話呢，看起來領子是不是不會畫？這領子確實有困難，因為它要繞一圈，那又因為這個領子是整個是掛着的，
因為掛的，所以呢，你在這邊要會皺褶，又要會立體，又要會形，它會很難。但難歸難，你要克服它，因為這個目前看起來這個領子完全不成形。那改給你的紅線，你注意一下，這個領子是有一個比較具體外觀的，而且它是有轉折轉到後面去的。再來呢，前面是能順利的接上衣領的。那這個是你畫技上目前就是沒克服的，很多地方還都很顯得很明顯，就是扁掉。好，然後我這個藍線還有勾一個地方，這個不是袖子嗎？這個袖子有什麼好講的呢？來，如果單看這一塊，它完全不是一個圓筒狀，它不是我們袖子不是一個筒狀嗎？圓筒狀，它不是一個圓筒，它是圓球狀，圓形哦。你這只是一個圓形，你沒有好好的利用這個寬窄變化，這個圓圈是一樣的嗎？當然不是啊，它會有些地方比較靠近。然後有些地方離得比較遠，因為就代表這個圓筒，這個叫圓筒的東西它會轉，對嗎？它會轉，那當然它後保會有變化。當發現到你後保一致的時候呢，你立體就出不來。好，那這個呢是我標記給你看的。這個呢在立體能力完善之後呢，其實會很自然肌肉記憶的呈現出來。目前這幾個點，我覺得都體現到就是很用心也很賣力的畫，但是核心的技術點確實是卡着。像遇到這個耳朵的時候。好，那你的呈現方式，要有點朝前面，有點側面這個角度，對不對？要個這個轉折嘛，那這個對嗎？我覺得不對。在這個角度，因為臉你是蠻接近正臉的，這個情況下，這個耳朵畫成近視正面是最好。那雖然我常講沒事不要畫正面，但是沒辦法，偏偏你這個就很接近正面，再將這個耳朵有點開展這個角度的話呢，你這個時候就是偶爾需要用到的正面的。好，但是這個時候呢，你刻意這麼做，反而顯得不對。好。畫技就是這樣哦，要這樣也不行，那樣也不行，沒辦法，誰叫你們畫的是錯的，畫錯了就是這樣也不行，那樣也不行。好，那看單純紅線的話呢，先從臉看起。好，臉進步很多，這邊的臉看一下，我位置有改一下，五官位置有改一下，然後呢看一下你怎麼處理這塊頭髮的。你的處理方式呢是寬窄很像的，這個一定要特徵要有一片大的，再交錯幾片中的，再交叉幾片細的，用這種方式。一來帶特徵，二來豐富畫。那你的話呢，就是你用疊的，好，一塊一塊的去堆，不行，你要有一個大形狀，沒有這個大形狀呢，你就領悟不了效果。好，那另一邊也是，好，然後再來就是你畫這個蝴蝶結的時候呢，這個轉彎是很不妙的。這是什麼？這個有可能是類似骨頭，知道嗎？好，蝴蝶結的訣竅就是這個折要很利，這折要很利。這個不行，好，形不夠利落。然後往下看，你這邊畫了一個這個領子，這領子你這條線往下一蓋就掛了哈。這個是肩膀要遮上去，肩膀要遮上去才能夠接着領子。這個前後關係沒理清楚，你畫的順序一定有錯。好像這個，那因為我這邊是靠這個衣領往上蓋，對不對？蓋上去，所以呢，這個情況下看不到肩膀。然後再來是比較妙的是這個胸，我覺得要到這樣才對。我覺得我有抓到你應該呈現的重點，這個輪廓轉肋骨，我覺得這個訣竅我有 get 到哈。那你這邊的話就只是垮掉，小也可以翹啊，是吧？好，主要輪廓一定要明確，像次要輪廓可以糊，不是糊，次要輪廓要想辦法用簡化或者弱化存在感，糊的話是才稿，但是如果是剛剛像顯明的這個糊法，那是不可以的。糊掉只是虛化的一種選項，但是一個不留神糊掉這件事情呢，它不是虛化，它直接爛掉哈，會這樣哦。那看一下這個腰臀位置，這個腰臀位置空間有點不太夠，感覺上有一個地方是褲子，然後有一個地方像裙子哈。那我這邊是都幫你改成褲子哈，然後我覺得臀部要往後挪，好，然後這兩條腿這樣子效果才會比較好。另外就是你旁邊放的這兩個道具哈。我給你改成只有一個，為什麼？因為我覺得你這邊，如果你硬放兩個，它第一個很占這個畫面空間，然後有沒有比較豐富？也沒有，所以呢，它純粹就是擠。那這樣的話呢，不如把它改成只有一個，然後呢，極力的去豐富這個造型的一些趣味性。你反而兩個就沒價值的哈，所以我就給你改成一個。好，那最後呢，你要注意一下你這個手的選項。你這個畫的比以前好，但是，如果可以，該要往前可能這麼深，還是說要捏什麼東西，你要讓它明確，手指動作要精準明確，不能只是大概。像這個目前都是大概，大概畫那個畫面的那個衝擊力就少很多哈。
好，再來最後是這個服裝100，這100呢，這個選項好，現在是不可以亂飄的意思嗎？要飄對，要飄對地方啊，它才有價值，不能只是飄，漫無目的的飄。那也就是說你要找到目的，對不對？然後哪裡是最好的？我覺得高機感其實是一種價值審視。那顯明你能夠從這個修改當中有哪些收穫呢？你的立體感目前還欠缺覺醒，覺醒的還不夠。但我知道你很多地方你已經很努力在畫出橫切，對，我知道。好，所以在這個基礎上盡量再去加強。好，那目前看到像這個領子你一定要解決掉，一定要有辦法克服。好，那好歹你這個領子你沒有把它畫垮下去，垮到貼在身上，那這個基本上我就覺得不錯。好，只是說這種為什麼畫這個會翻車，畫這一塊為什麼會畫到整個就貼在身上？為什麼？因為這一塊情況你了解不夠。好，你可能需要一個服裝它真的鋪在平面上，然後你可能對它的外觀你理解的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去畫會比較好。那如果說我們沒有這個選項，因為我知道你想露肩，所以呢衣服給它垮下來，這個是大部分我們畫那種寬大外套之後的選擇方案。那你就記得先避開這一塊，你先畫盤在身上的一層一層布料，這樣一層的畫，然後呢在整個線條走勢上歸納整理出一個範圍加出來。然後有些轉折是不能跑掉的，像這邊有一些轉折，如果你真的有多眼警覺，你要知道線條這樣壓，要明顯這樣壓過去，這邊呢再壓回來，然後這個地方呢要有一點遠近的重疊，這一條線很關鍵，它會形成遠近。然後再來像這個帶子也不可以啊，這個帶子就幾乎是平的哈，你要繞在身上，繞在外套上，所以你整體的立體感呢是還有欠缺的。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改的時候呢，像上次我就在想，你這樣改我是要改彩稿嗎？彩稿一定是整張改不完，但是改局部呢沒有問題，只是改局部你就會知道這些細節立體感嗎？應該也沒有辦法。所以我覺得還是紅線比較實在。紅線能夠講的事情是很多的。好，那就這樣，你自己細品一下。